家电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，价格越贵越好吗？家用电器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刚需，很多人为了追求高品质生活，不惜重金去购买高端家电。但其实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，很多刚需家电选择基础款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，真的不必过分追求高价产品。尤其是一些高端家电，贵并不等于实用，或许仅仅是面子工程而已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4种家电，就不建议大家买太贵的，学会理性消费，不花冤枉钱。1. 电视机。现在的电视机市场产品真的越来越卷，50寸以下机型甚至800块就能入手，但这丝毫不影响高端机型的销售，甚至每年各大厂商还会推出很多新款产品。要说便宜的电视与贵的电视相比，两者的观影体验确实天差地别。上万元的高端机型不仅电视屏幕巨大，而且画质效果更加清晰流畅，同时还拥有高度化智能功能，甚至无需遥控器即可轻松切换节目。但是咱们购买电视前有没有认真想过，你家的电视能看几次呢？随着电子产品的兴起，现在回到家不是躺在床上刷手机，就是玩电脑用平板追剧，除非家里人多的时候才会打开电视烘托一下热闹的气氛。可以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，电视机就是家里的一个摆设。所以试问你买那么贵的，要那么多附加功能，到底有何用？小东建议，对于电视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庭来说，选择基础款就好，没必要为新技术更多功能买单。5000预算范围内挑个大尺寸屏幕的即可，就算平时不看，摆放在客厅也显气派。2. 电热水器。热水器也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，很多人在选购电热水器时都会陷入纠结，究竟是买价格昂贵的，还是价格相对便宜的？说实话，储水式电热水器已经普及几十年了，技术发展到如今，就算几百块的产品，也能满足提供生活热水的基本需求。至于动辄卖到5、6千的高端产品，无非是增加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，比如什么智能控制、提前加热、离子除垢等等。虽说听上去很高大上，却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常用。再者说，电热水器的使用寿命仅有8年，不管你材料再好，内胆再优秀，超过年限一样报废。而且从节能省电的角度来说，价格高的热水器因为智能功能多，反而会更费电。所以选购时只要关注核心功能和安全性就可以了，千万别被那些炫酷的附加功能所诱惑。小东建议，其实选购电热水器并不难，只要热水输出率不低于90%，功率不小于3000瓦，同时具备防漏电保护功能的，满足这3个条件，1、2千块价位的，同样是好产品。当然，如果家庭人口多，建议选择储水容量在60升以上的，才能确保充足的热水供应。3. 冰箱。目前市面上的冰箱不仅品牌众多，价格跨度也是高低不一，便宜的只要1、2千元，贵的则要卖到上万元。要说1000多的冰箱和4、5千的冰箱相比，在性能体验方面区别还是蛮大的。太便宜的冰箱不仅容量偏小，制冷技术落后，容易结冰霜外，保鲜效果也是不尽人意。但反观5000块钱的冰箱与上万的冰箱比较，使用上的体验差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所谓的高端机型，无非是在外观用料上更高档一些，看上去更高大上一些，里边的存储分区更精细一些，仅此而已。说白了，冰箱的本质工作就是食物冷藏和保鲜。虽说上万元的高端冰箱在保鲜技术方面有所提升，但食材放久了还是会出现风干、串味、腐烂等问题。而且冰箱再贵，保鲜技术再先进，也不如菜市场刚买回来的新鲜。所以对于选购冰箱，根本没必要多花钱。小东建议，预算在5000以内的，挑个颜值高的、容量大的，足可以满足日常所需。对于高端冰箱而言，溢价换来所谓的高科技保鲜、智能化体验功能，生活中真的很少会用到。4. 油烟机。要我说，家电行业里最大的智商税就是高端油烟机。这么说吧，厨房烟机发展这么多年，技术方面没见啥突破，但是产品价格却一年比一年高，真是离谱。现在市面上的油烟机几百块的也有，贵的则要卖到6、7千元。我承认，高端油烟机不仅在外观设计上做了升级，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智能化体验，比如挥手感应、油烟自清洁等，但在排烟性能方面却没有很大改善。对比后，你就会发现，
价格便宜的烟机，同样也能做到大吸力、大风压。与高端烟机相比，性能参数上差异并不明显。也就是说，你花高价购买的高端油烟机，换来的仅仅是外观上的提升以及智能化的便捷体验，仅此而已。但这些花俏的附加功能，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都不实用。选择基础款烟机，足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。小东建议，选购油烟机真不必追求昂贵的品牌和花哨的功能，只要风量在17米以上，风压大于300帕，噪音值小于65分贝，满足这些性能参数，2000块左右的烟机就非常优秀了。最后想说，不论买任何家电，最重要的还是看实用性。家用电器说白了就是用来方便生活的，不是用来摆设的。所谓的高端家电，很多智能化功能，其实咱们日常生活中根本就用不上，适合自己实际需求的才是最好的，才能让咱们的生活真正便捷舒适。装修是个无底洞，能省则省。如果你是刚需装修，那么下面要说的这几个傻事，可千万不要再做了，否则的话，可能钱没少花，等到后悔的时候，却发现一切都晚了。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。作为一个服务过上百位业主的装修博主，本期就来告诉你装修中哪些东西不能装，哪些事情不要做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差钱，什么都想要好的，那么这些装修建议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用。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划走了。不要选太贵的瓷砖，尽量避开深色砖。瓷砖经过这个市场几十年的技术发展，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，它的工艺和质量标准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买太贵的。特别是一些大品牌的高端款，动辄就要卖到几百元一片，和几十元一片的相比，也仅仅是规格和花色不同而已。选瓷砖只要花色喜欢，性能参数达标就可以了。瓷砖选购建议：首选800×800的地砖，不仅价格便宜，工费也便宜，后期做好瓷砖美缝，从装修效果上来看，区别真的不大。尽量不选深色的，特别是小户型，深色地砖会让房间显暗，压抑不说，还不耐脏，总觉得上面一层灰，老是擦不净。亮面砖也不要选，无论你装什么灯，它都能映射出来特别丑，而且后期全屋定制和家具也非常难搭配。建议选素色哑光或柔光砖，不会反光，空间还显亮堂。不要做太复杂的天花顶或造型顶。你还在信奉无吊顶不装修的传统观念吗？但事实上，很多人都搞错了，吊顶的真正作用就是用来遮丑、隐藏设备的。不可否认，以前装修吊顶是标配，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真的不要再考虑那些复杂的天花顶了。你做吊顶的目的是啥？是嫌家里的房子不够小，层高不够矮吗？而且你要知道，吊顶越复杂，造价越高，后期不仅积灰难打扫，还非常容易过时。吊顶的装修建议：如果家里装了中央空调或者风管机，必须要做吊顶，可以根据需求做局部边吊，不要做拉平满吊，实现功能即可。如果实在觉得不做吊顶空间太单调，可以沿墙顶面四周做一圈双眼皮石膏线，这样做既节省了预算，又实现了装饰效果，还不占层高。不要做复杂的电视背景墙。轻装修、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。现代装修原则上是越简单越不会过时。不信的话，你想一想看，电视背景墙从10年前的花开富贵大理石，再到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，前年的岩板格栅背景墙，是不是现在都过时了？实话实说，现在家庭电视的存在感都越来越低了，更何况是毫无意义的电视墙。我把话放这，不出3年就没有电视背景墙这个东西的存在了。电视墙装修建议：如果你家很少看电视，不如直接大白墙加一个100寸的投影幕布，简约高级，还不会过时。或者是75寸电视加一组悬空电视柜，既省钱又实用。如果家里面积小，柜子不够用的话，建议直接做一面墙的收纳柜，既有装饰作用，又能满足储物需求。不要选科技布材质的沙发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刮起来的风，市场上开始流行科技布沙发，商家包装出来的营销说辞是既有真皮的质感，又有布艺的舒适度。事实上，它既不是皮也不是布，就是人造仿皮上做了涂层工艺。这种材料十分不成熟，寿命特别短，还不耐脏，基本上用个3-2年就开裂掉皮。咱用脑子想想，合成的东西质量能好到哪去？沙发选购建议：材质要么买真皮，要么买布艺。真皮质感好，档次高，
布艺温馨百搭，舒适透气，其他材质一概不要考虑。2. 款式建议选直排加单椅的搭配，客厅选轻盈不拥挤、带贵妃位的 L 型组合沙发，只适合大别墅或大平层的大户型。3. 建议在高脚或落地款之间做选择，传统的矮脚沙发底部卫生难清洁。5. 浴室柜不要装台上盆，或者是岩板一体盆。首先，台上盆一定不要装了，都是几年前的产物了，基本已经淘汰了。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台盆四周藏污纳垢，特别不好清洁，而且台盆还很浅，平时想洗个头、洗个脸都容易溅一身水，非常不好用。再来说下岩板一体盆，这东西就是外强中干，别看它颜值高，但缺点一大堆。首先说是一体盆，根本不存在，都是拼接的，这就导致它打胶的地方容易脱胶、漏水、发黄，严重的还会掉底儿。其次，岩板没办法做弧度，所以下水非常慢，盆底会经常积水。另外，因为都是直角缝隙，造成全是卫生死角。洗漱盆选购建议： 1. 建议首选陶瓷一体盆，经过市场考验，工艺成熟，而且好打理，不存在藏污纳垢的缝隙，清洁起来也省心省事。 2. 建议规格尽量选大尺寸的，深度最好在17厘米以上，洗漱时不容易溅水。 6. 不要装造型太复杂的吊灯，千万不要觉得家里装修的太普通，装个水晶吊灯就显得富丽堂皇了。过去装修，人家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炫耀、臭显摆，让人感觉装修肯定花了不少钱。现在装修追求的是舒适性、实用性，你再装水晶灯、欧式吊灯，不就是个笑话吗？不伦不类、不土不洋的和什么风格都很难搭。装修灯具建议： 1. 如果你家是别墅或大宅，建议也别装水晶吊灯，又贵又难打理，还占空间。有那个预算，不如做个全屋无主灯设计。记住，无论你家什么挑高，只有装大平棚，家里才显得大气。 2. 普通住宅建议就选择造型简单的吸顶灯，好看的款式也很多，灯光明亮又好打理。最后想说，装修房子是用来居住的，不是用来欣赏的，没必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装修效果，去浪费辛苦攒下来的血汗钱。即便是装好了，也不会提升你入住后的生活质量，不如把钱省下来，买一个好点的洗碗机、洗烘套装、智能马桶，这些天天用到的东西才会真正的提高你和家人的生活品质。还是那句话，刚需家庭装修一定要务实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切忌盲目跟风。老百姓装修花的都是真金白银，装修时多花钱不可怕，毕竟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装修效果，也能大大的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。但是最怕的是遇到一些不良商家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，打着所谓专业人士的幌子，诱导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，根本不考虑实用性。这也导致很多不懂装修的小白白白花了冤枉钱，入住后的生活一塌糊涂。本期内容，小东就给大家分享7个并不实用的装修设计，都是过来人总结的经验教训。希望看完这些错误的装修案例，能帮助你在装修的路上少踩坑。1. 木地板通铺。如果遇到卖地板的商家，他一般会建议你通铺木地板，通常会说，你看地板的质感和脚感都比瓷砖好，而且户型小通铺地板也显温馨。不可否认，他说的这些都是木地板的优点，但是没人告诉你，木材都有湿胀干缩的特性，尤其是木地板，受环境温湿度变化影响，将来可能会出现起鼓、开裂、缩水、变形等诸多问题。就问你这些能不能忍受？所以通铺木地板一定要充分考虑室内环境，比如南方比较潮湿的地区和北方有地暖的家庭，在我看来都不是很适合。如果对木地板有执念，可以考虑卧室铺木地板，客厅选择瓷砖也是个不错的方案。2. 选科技布沙发。当你去买沙发预算不高，销售人员会给你推荐科技布材质的沙发，告诉你它有真皮的质感、布艺的价格，而且具有3防的优点，防水、防污、防油。但是销售不会跟你讲的是所谓的3防，其实只是涤纶布料上的涂层而已，它随着时间会老化掉皮的，具体是3个月还是2、3年，那一切就看造化了。而且实际上市面上的高端科技布沙发价格并不比真皮沙发便宜，档次和质感却不如真皮沙发。低端的科技布沙发价格基本和布艺沙发持平，但舒适性和透气性都不如布艺沙发，所以科技布沙发根本就是智商税。不想家里沙发用几年就掉皮掉渣的话，尽量远离科技布沙发。3. 卫生间用木门。
你去买室内门的时候，商家会建议你卫生间也用木门，告诉你说和卧室门保持统一，效果更好看。其实目的无非是想多销售2扇门罢了。你要是盲目跟风装木门，很容易踩坑。要知道木材就怕潮气侵蚀，卫生间的水汽就是木门最大的天敌，时间久了受潮发霉，开边起皮是必然的结果。当然，卫生间也不是不能装木门，前提是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。首先，卫生间是带窗的明卫，保证通风效果好。第二，必须做了干湿分离，在干区装木门。第三，淋浴区做预防隔断，并且最好距离木门 1.5 米以上，否则的话，还是老老实实选个泰美合金门，颜值也不错。关键是不怕水汽，更经久耐用。4. 安装壁挂马桶。装修卫生间时，不管是你家改水电的师傅，还是卖卫浴的商家，都会告诉你说壁挂马桶好，宣空更美观，无卫生死角，也好打理卫生。但是说的都是优点，如果你只听这些就往家里搬，入住后就等着后悔吧。首先，安装壁挂马桶要突出墙面20公分，不仅不节省空间，反而更占用空间。其次，市面上的墙排马桶没有虹吸式，基本都是直排式，不仅费水，还冲不干净。另外，一旦水箱坏了，不好维修，而且壁挂马桶款式少，价格高，这些缺点没人告诉你。壁挂马桶一般只有在马桶位置移位过长的情况下，为了解决排水的坡度不够，需要马桶直接连接主下水管的情况下，才建议使用墙排马桶。不要为了悬空不落地，好打理卫生就去冲动的安装壁挂马桶。与其花4、5千去当冤大头，还不如买个同价位的智能马桶更好用。5. 卫生间用长条地漏。接着卫生间来讲，我们要购买地漏时，商家会给你推荐长条地漏，推销话术无非是颜值高，下水速度更快。我劝你别信，其实就是商家想给你推销贵的产品罢了。首先，长条地漏它的排水口也只有一个，所以排水速度根本和普通地漏都是一样的。其次，长条地漏虽然好看，但是清理真的是很麻烦，特别是嵌入砖的部分，容易藏污纳垢，时间长了不清理，反臭味不说，还会滋生小飞虫。就想问问你，每天都要花时间去清理地漏，还要多花几百块钱，就是为了一个颜值买单，值不值得？普通地漏经济实惠，还好打理，何必去花那冤枉钱？6. 全屋硅藻泥。有些卖墙面涂料的商家为了销售硅藻泥，打着硅藻泥可以除甲醛的宣传噱头，忽悠业主。有人生怕装修不环保，影响了孩子的健康，于是花了1、2万去做全屋硅藻泥的，就是妥妥的交了智商税。事实上，硅藻泥涂料它的主要成分是硅藻土，确实可以吸附室内少量游离的甲醛，但它只有吸附能力，并不能分解甲醛。说白了，它也只是甲醛的搬运工，吸附饱和后还会释放，类似于活性炭。但是硅藻泥价格贵，出现磕碰掉粉、开裂都无法修复，是真的。其实，无论是刷乳胶漆还是铺装壁布，通过在墙顶面上大面积的延展之后，就会挥发的特别快。像甲醛、苯等有害物质，在开窗通风下，基本上用不了1个月就能挥发干净。7. 选激光电视。买电视给你推销激光电视，说是护眼，我劝你别当冤大头。激光电视就是智商税，它其实就是前几年液晶电视屏幕尺寸还没有做大，价格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推出来的过渡品。激光电视的厂商实在没什么可吹嘘的，就拿护眼来做卖点。所谓的蓝光护眼就是个伪命题，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，电视的亮度和对比度不够，会增加视觉疲劳，这个才最伤眼。电视产品最重要的清晰度、色彩、亮度，激光电视一样都不占。要说价格便宜点也能接受，但是你看现在市面上80寸的激光电视还卖1万多，而85寸的液晶电视也就5、6千，价格只要一半。关键是液晶电视，无论是画质、亮度、色彩度都比它强太多。你要问激光电视价格贵、画质差，为啥销售员还给你推荐？我只能说懂的都懂。说在最后，装修不要盲目的跟风和效仿，做任何装修决定前要充分考虑它的实用性，尤其是在别人给你推销产品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，权衡利弊再做决定，因为掏钱的是你，踩坑了遭罪的也是你。有哪些家电是你觉得买前科技感爆棚，用后谁买谁是大冤种的？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一些新式家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其中确实有不少产品凭借自身的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痛点，比如智能洗碗机、扫拖机器人、智能马桶等等。
但也有一些产品，所谓的技术性创新，实际上完全是营销噱头。虽说也曾经红极一时，但没火多久，销量就跌入谷底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款家电，曾被吹捧上天，如今却沦为笑柄，看谁还在乱跟风。1. 储水式管线机。管线机在这几年里可谓是风靡一时。所谓的管线饮水机，其实就是过去桶装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只不过外形更加小巧，不占地方，颜值也高，而且比传统烧水壶更加方便。不但水温可调节，而且可以设置温度，不论是冬天泡茶还是夏天喝冰水，都能随用随取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其实管线机的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。很多人买之前都以为它是没有水箱的，等用过一段时间发现水发黄有异味，打开盖子检修时才知道是带有储水箱的。说句实话，这也是管线机天生的缺陷，水箱不能彻底清洗，管道日积月累，越用越脏。话说回来，大家愿意花大几千块投入管线机，说白了无非是想喝一口干净的水，连这点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，最终沦为笑柄，也真心不冤。2. 激光电视。其实自打激光电视问世以来，就一直争议不断。说实话，早期凭借其高颜值的抗光屏以及更护眼的卖点，还有大尺寸画面等优势，在前些年确实也受到不少追求高品质生活家庭的追捧。但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，现如今早已经跌下神坛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在我看来，激光电视并不是价格虚高导致的，毕竟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。说到底，我认为实在是因为它毫无性价比可言。这么说吧，你别看它叫激光电视，但内行人都知道，说白了不过是个短焦投影仪。也就是说，投影仪亮度低、抗光性差的缺点，它全部继承下来。作为一个观影设备来讲，要说画质的清晰度以及色彩的对比度，那和液晶电视更是没法比。你可能不敢相信，上万元的产品居然还不是真 4K。很多人发现，花大几万的产品买回家，白天稍微有点光线的时候，还得拉窗帘，不然根本看不清。所以说，如今沦为笑柄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3. 洗烘一体机。所谓的洗烘一体机，其实从名字上不难看出，说白了就是一台机器，兼顾了洗衣和烘干的2项功能。关键是价格还不贵，与洗烘套装相比，也更加节省空间，一度成为中低收入家庭以及小户型的首选。但很多人买回家用过之后就直呼上当了，主要原因就是缺点太多，鸡肋得很。首先，烘干容量小也就算了，耗时还很长。其次，你别管几件衣服，连洗带烘，动辄1-2个小时。还有，它的烘干效率也不高，搭载的还是最老式的冷凝烘干，烘干后的衣物缩水严重，还皱巴巴的。还有，这种一体式的机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绒毛过滤器，这就导致它的风道特别容易脏，清洗也比较麻烦，特别容易造成衣物的2次污染。这些实打实的缺点也注定了它的落寞，如今也沦为家电行业的笑柄。4. 顶侧双吸油烟机。这种外观形似7字形的新式烟机，说简单点，就是一套烟机拥有2套动力系统，既兼顾了顶吸烟机的美观性，同时还具备了侧吸烟机排烟能力。不可否认，这种烟机的排烟效果和美观性确实都有提升，但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，也就是说噱头大于实用。就比如所谓的顶侧双吸，实际上油烟没扩散前就被侧吸口吸走了，根本到不了顶部，上面的顶吸配置就显得很多余。另外，工作时同时启动双系统产生的噪音非常大，体验感非常不好。还有就是双系统的烟机，因其结构复杂，导致故障率非常高，维修更换的成本也高，而且自身的售价也不便宜，与技术成熟、性能稳定的传统烟机相比，实在无优势可言。所以如今沦为笑柄也合情合理。5. 空气能热水器。空气能热水器是一种新式的集水加热的电器。所谓的空气能，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过去的太阳能热水器有些类似，前者是靠太阳光吸取热量，后者是利用空气提取热量。这类热水器主打的卖点都是节能环保、安全舒适，但很多人买完之后就后悔了，发现是真的不好用。首先就是如果室外温度过低，就无法发挥它的长处，而且冬天使用时需要开启电辅热，导致特别耗电。另外，技术也不如电热和燃气成熟，故障率高不说，维修也麻烦。还有就是市场售价也不低，动辄5-6千元还是品牌的基础款，因此普及率不高，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。经出因为
厨房空间虽说面积不大，但却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。毕竟老百姓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，但是对于装修小白来说，因为缺乏经验，就没有几个能把厨房装好的，往往是钱没少花，但最终效果却差强人意，要么难看，要么难用，总之踩坑的不在少数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装修经验以及生活中的实际体验，给大家分享厨房装修的8不装避坑经验，认真看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1. 不装不到顶的橱柜。我家第一套房子装修时就踩坑了，我以为所有橱柜都是默认到顶的，所以设计图也没有注意看，结果安装完柜子与吊顶之间还有很大缝隙，入住后是越看越不顺眼。我想说，橱柜不到顶是难看又难用，首先视觉上就不太美观，而且顶部这个空隙除了藏灰落油污啥用也没有，关键是顶部也不好打扫，就算你是勤快人，隔3差5就去擦，也得借助工具拿梯子登高。所以建议橱柜务必做到顶，颜值高效果好看，同时也省去了打扫卫生的麻烦。预算高，建议直接做柜门加长，想省钱加一条顶封板即可。2. 不装肤感膜柜门。很多年轻人装修厨房时更看重颜值，所以很容易被质感遗留、光滑细腻的肤感膜柜门种草。然而这几年大火的肤感膜柜门好看却不好用，它自身致命缺陷就是极其不耐脏，一按一个手印还有各种油污和水渍，根本擦不掉，所以被网友吐槽简直是指纹收集器。网上如何清洗肤感膜柜门的帖子也是铺天盖地。小东建议，柜门想要省心，性价比最高的还属双饰面，抗噪易打理，价格也便宜。当然，喜欢有质感的，建议做高光柜门，颜值也不输肤感膜，唯一的缺点是怕划痕。3. 不装小双水槽。在厨房，水槽的使用频率一定是排在第1位，所以它也直接影响着家居的幸福感。其实对于选单槽还是双槽，一直争议不断，但不可否认，最不实用的就是小双槽。别看它可以一边洗菜一边洗碗，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洗锅，因为内部尺寸小，导致稍微大点的炒勺或锅具根本摆不下，用起来就是溅得身上和台面到处是水，糟心不说，还得花时间去收拾。建议装大单槽，无论是洗锅洗碗还是洗菜都方便，而且大单槽加个沥水篮就能切换成双槽，但是双槽你无论如何也变不了单槽。4. 不装水槽台上盆。以前工艺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，传统的台上盆安装方式已经存在很多年了。台上盆其实最大优势就是安装简单，稳定性强，但后期的使用弊端也比较明显。所谓的台上盆，其实就是直接把水槽扣在台面上，接触位置打上玻璃胶，这就导致这个缝隙处长时间水泡，容易发霉变黑，不好清洁也就算了，关键是还会藏污纳垢，滋生细菌。另外，水槽边缘高于台面，清洁台面卫生也比较麻烦。随着技术的升级和改良，现在水槽安装还可以选择台中或台下盆。台中盆是与台面齐平，美观且好清洁，但这种做法对安装手艺要求高，做不好会有边缘不齐、缝隙大的问题。所以建议选择安装台下盆，水槽边缘隐藏于台面下方，美观度更高，且不会藏污纳垢。5. 不装岩板台面。岩板材质有它天然的优势，比如耐磨、抗划痕、不渗水渍和油污，而且质感好，颜值高，但它致命缺陷就是太脆了，所以特别不适合用于台面。很多业主发现，花大价钱买的岩板台面，还没等到安装呢就裂了，就是因为它太薄太脆，运输途中受到外力冲击或重力挤压，导致出现裂痕的情况。另外，日常使用中难免不磕磕碰碰，岩板一旦出现碰瓷掉角的情况，根本修复不了。小东建议，经过市场的多年验证，最成熟的材质还是非石英石莫属，无论是硬度还是耐磨度都没话说。另外，相密度在93%以上的石英石，也根本不用担心渗色问题。6. 不装 L 型直角挡水条。厨房台面的挡水条也是卫生清洁的重灾区，其中 L 型的直边挡水条都是商家默认的标准，但这种做法与台上盆的缺点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台面与挡水条之间的缝隙就是妥妥的卫生死角，藏污纳垢，不好清洁，而且打胶的地方受潮后势必还会发霉变黑，滋生细菌。小东建议，想要台面整洁大气且没有卫生死角，建议直接取消挡水条，但这种做法
对施工难度要求高，墙面与台面不能有缝隙，所以建议加钱做成弧形一体挡水条，不仅是美观好看，关键是少了卫生死角。7. 不装石膏板吊顶，除非做开放式厨房，不经常开火做饭的家庭，否则别跟风装石膏板吊顶。不否认，石膏板吊顶确实整体性更强，颜值大气美观，但厨房这种重油污的区域，用石膏板做吊顶，缺点也显而易见。首先，石膏板材质不耐潮，遇水汽腐蚀，容易发霉开裂，而且一旦受潮，基本修复不了，只能拆除重装。其次，虽说现在也有防水石膏板，但防不住油污，做饭时油烟很重，时间一长必然会发黄变色。另外，石膏板吊顶成本不低不说，真有问题还没办法拆卸。小东建议厨房装铝扣板吊顶，显然优势更为明显，比如防潮防水，不易变形，而且即使有油渍和污渍，用湿抹布也能轻松打理。关键是拆除更换都省事，也方便后期的维护和检修。8. 不装网红小白砖，这些年随着原木风、奶油风的流行，也带动了一些网红产品的盛行，其中要说卖得最火的就是网红小白砖了，颜值出众，自带高级感，很受年轻人的青睐。但说实话，越流行的东西淘汰越快，而且这种小白砖也不完全是优点，虽说单看1-2片效果还挺好，但大面积上墙后就显得很扎眼了，看久了还会有种视觉疲劳感。另外，这种小白砖缝隙太多，导致美缝不好做，现实中翻车的也不在少数，影响美观是一方面，关键是缝隙积灰是真头疼，后期打扫起来也是个大工程量。小东建议厨房装修，从实用性以及易清洁的角度，还是建议选择300×600或者400×800这种长方形规格，尺寸大，缝隙少，视觉上大气美观，清洁卫生也省心。总结一下，装修厨房与客厅不同，相比于颜值，实用性应该放在第一位，所以在装修这个区域时，也务必要以实用、易清洁为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和家人在厨房这片小天地里越用越舒心。家用电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但是对于一些新型电器，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，好像装与不装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，让人纠结不已。比如下面分享的这4种家电，装了的和不装的网友都纷纷喊后悔。那到底要不要装？或许看完本期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。1. 净水器。家用净水器号称是可以改善用水水质、提高饮水健康的一种新型厨房家电，也是代表家居生活品质感的电器之一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艾特汤圆很圆，当初功课没做足，只装了前置过滤器，没装净水器。前置只是起到初级过滤的作用，过滤出来的水不能直接喝，平时也就拿来洗洗菜和水果。想要泡茶或者喝干净的水，还得买矿泉水，或者去小区楼下打纯净水，太费事了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艾特小妖歪，我家是新小区，又是高层2次供水，担心水质差影响口感，花大几千装了净水器。但说实话，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装了后期还需要维护，滤芯每年都要定期更换，不然堵塞影响水流不说，还会造成2次污染。而且这个净水机还会产生废水，满了之后要人工倒掉，不仅浪费，还比较麻烦。后悔装了净水器，不如喝桶装水方便。小东建议，说实话，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都是合格的，烧开了喝完全没问题。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，水垢较多，或者自来水有漂泊粉的味道，那安装净水器很有必要，可以改善水的口感。但也要考虑后期的换新成本，不然买得起用不起，还不如直接喝矿泉水省心。2. 洗碗机号称是缓解家庭矛盾、解放双手的神器，比手洗的干净省水不说，同时还能消毒、杀菌、存储碗筷，完全取代消毒柜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艾特幸福的西兰花，真后悔没有预留洗碗机位置，相信没人会喜欢洗碗吧。我家当时水电结束，想装的时候说不好改了，老公安慰我说他洗，后来啪啪打脸。最近老是刷到洗碗机提升家庭幸福感，越发的后悔了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艾特空空的2030师，清洗前摆放是真的麻烦，根本不存在彻底解放双手，稍微放不对就洗不干净，而且别管几个碗，也要听它哗啦哗啦洗1-2个小时，耗时又耗电，关键它还需要额外耗材，什么光亮剂、软水盐、洗碗粉，一个也不能少，可比手洗的成本高多了。入住大半年就用了7-8次，有点后悔了。
小东建议，要不要装洗碗机取决于家庭需求。如果人口少，平时也不咋做饭，就没必要装。要是天天在家做饭，碗筷还多的家庭，就非常建议装。这种花点小钱就能解决90%的饭后家务，节省出1日3餐的洗碗时间，洗得干净卫生，烘干后还热乎乎的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3. 中央空调制冷效率高，舒适感强，隐藏式安装，装修颜值也高，更节省空间，堪称是提高生活品质感的标配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向生活比个耶，我家房子本来就小，客厅又多出一个立式空调，占地不说，还很不方便，而且说到底也不如中央空调美观有档次。后悔没装中央空调，这种贵气风感也没办法和中央空调媲美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是静静呀，说10个装中央空调的人8个都后悔了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花大几万装的品牌中央空调，6匹1拖6，夏天的电费高的着实惊人，1个月基本都在2000度左右。还有中央空调的噪音还大，晚上开呼呼的声音非常明显，而且制热效果也很一般，和普通挂机差不太多，功能又少，维修还麻烦。小东建议，中央空调在装饰上可以与吊顶融为一体，整体美观性绝对更胜一筹。而且出风时不会直吹人，室内温控能力也强，舒适感是贵挂机不可比拟的。但中央空调压层高，维修难，耗电高，噪音大，也是实打实的缺点。所以中央空调更适合安装在大户型或者别墅用户使用。户型小、房间不多的普通住宅，还是使用柜机或挂机，性价比更高。4. 零冷水热水器。什么是零冷水？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有了这个功能，热水是即开即热，让你洗澡和淋浴时体验到秒出热水的幸福感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最爱这小曲，我家热水器安装在厨房，没装零冷水的。厨房水管离得近，差不多10秒内就能出热水，但卫生间离得远，大概1分钟左右才会出热水。等待时间长不说，还浪费水，有些后悔了。装了的人后悔，网友小妮子的家并不是选了零冷水热水器就可以，还要加装回水管做热水器循环，耗材大，成本高，是跑不掉的。而且想要实现零冷水，前提是要保证水管里一直是热水，所以即使你不用，热水器也会时不时的不停工作，每天听着轰隆隆的噪音声，真的很糟心。同时还要伴随着燃气、电费的成本增加，装了不敢用，也真是心塞又无奈。小东建议，零冷水热水器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它是需要花钱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电器。如果你家面积大，用水末端离热水器距离太长，不想冬天遭等待几分钟冷水的罪，建议可以考虑上零冷水。否则房子面积小或者不介意多等一会出热水的话，不装零冷水省钱。以上这4种家电都是生活中口碑2极分化的电器，有人把它们当成宝，用过直呼真香，也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，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。因此建议大家考虑入手前要权衡好自己的实际需求，别白白花了冤枉钱，交了智商税。